上古九转金丹炼制之法，万年人参，搞里头；万年灵芝，搞里头；彼岸花，搞里头；万年玄玉，搞里头；千年玄甲，搞里头；冰魄、龙髓、西蟒、金睛，搞里头，统统搞里头。九转金丹夺天地造化，生死人肉白骨，修士服之，一日可入陆地神仙之境。炼出这种神丹，师父总不会再嫌弃我修为低下，朽木不可雕了吧？为何本天师突然心血来潮，方有大事发生？怪哉，怪哉！欲成金丹，须置于4级浮土间，伐阴阳为柴，引九昧之火，纳宇宙之炎，焚！这是九转金丹丹成之劫！这个小兔崽子已经是大罗圣境，还来祸害老头子宝库，忍不了，忍不了啊！不对啊，书里面没说炼丹还能引来天象大变啊！张毅，你个兔崽子！老夫的万年人参、万年灵芝啊，冰魄龙髓、西蟒都弄哪儿去了？师傅，都在锅里呢。等我炼出九转金丹，您就再也不用嫌弃我境界低下了。造孽呀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！你居然用铁锅炼制九转金丹，你当这是炖大鹅吗？为师当年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不用八卦炉，这些灵药毁了，毁了，全毁了！师傅，毁不了，我全部都是按照丹书的记载流程来的。九转金丹马上就出锅。出锅？要是出不了，这次为师一定要把你逐出玉京山！金丹居然被他用铁锅炼成，神他妈铁锅炖金丹啊！这都能行？道祖在上这个兔崽子，难道是老天爷的亲儿子吗？师傅，九转金丹成了，你不能赶我下山了！瞒不住了，瞒不住了，真的瞒不住了！这兔崽子修炼10年，直入大罗圣境，都超过了老头子了。炼器随便一炼就是神兵仙器，现在居然用铁锅炖出了九转金丹，没天理呀！老头子，我修炼了3万年都没炼出九转金丹来。师傅，别生气了，丹书上说了，这九转金丹能增强修为，重塑根骨。等我吃了这九转金丹，修为很快就能提升上去，绝不给玉京山丢人。不能吃！哎呀，浪费，浪费呀！师傅，这吃了怎么什么感觉都没，一点修为也没增加呀？你都超越大罗圣境了，吃1万个九转金丹也没个鸡毛用啊！浪费，你的资质太差了，吃九转金丹也没任何用处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我炼一下天元神丹试试。这种丹药陆地神仙吃了都有用。还练？再练，我的玉京山都要被你掏空了！不行，必须把他赶下山。10年了，快要瞒不住了啊！张毅，为师传你造化仙经，你且听好：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渊兮似万物之宗；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秘；玄秘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3花尽开，武器超远，大罗圣境，老夫收了个什么怪胎啊！3岁炼气，5岁金丹，10岁化神，15陆地神仙，20岁圣境。我还怕他骄傲不好好修行，告诉他资质低下，现在都圣境了，瞒不住了呀！必须把这个兔崽子送下山。叶儿，你来玉京仙门修习20年了，你实在是没有修炼的天赋。来，全力给为师一掌，让为师检验一下。若是还没寸进，那就下山去吧。师傅，我不想下山，我已经拼命修炼了，请您检验。6道轮回拳，用全部修为，真的好强啊！我不会被这兔崽子一拳打死吧？用全部修为，真的好强啊！我不会被这兔崽子一拳打死吧？师傅，我绝不下山。毫无寸进，朽木不可雕。这造化仙经10年了，才修炼到第8层。为师当年1年就修炼到了第10层。道祖在上，老夫修炼了3万年，才第5层。这个兔崽子10年就超过我了，我难道修炼到狗身上去了？收拾一下，下山去吧。师傅，徒儿不想下山，徒儿想侍奉师傅身边。是儿，下山去吧。你与仙道无缘，却与红尘有份。为师当年在靖州捡到你时，你身上尚有一块玉佩，说明你红尘因果未断，家人应该尚在人世。这些年，我为你寻了2秘书，找到9阴、太阴、少阴之体，与其一双修，就能打破资质桎梏，修得仙道。师傅，去吧，赶紧下山去吧，兔崽子！老头子我已经没得教了，师傅我撑不住了，再瞒你都要修炼到天道境界了。去吧，师傅。
下山去吧。玉佩、婚书，你所炼之气，皆在此。师傅，弟子入玉京山20年，与师傅朝夕相伴，我不想走，求师傅不要赶弟子下山。下山去吧，待你了却红尘因果，师傅许你回归玉京山。别磨叽了，师傅，我快忍不住了。了却因果就能回归，谢师傅，我这就下山。终于把这个兔崽子骗下山了。老头子打遍3界仙门无对手，3万年没被伤过一根汗毛，差点被这小子打死。不行，他下山定然知道我是没什么教的了，骗他下山的回来还不闹翻天，那就让五珠观落花洞去头疼吧。镇元大仙、落花洞主，你们的天道境女婿下山了，能不能把握住机会，就看你们了。唉，看来我真不是修仙的天才，师傅被气得把我逐出师门了。咦，这玉佩20年没动静，怎么忽然来感应？难道我真的是红尘因果不断？东南方位，清雪，一定要找到你弟弟小易。20年前，我不是故意要丢掉他。快别说了，快别说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们一位是西医外科圣手，一位是国医大师，一位是医道入圣的医仙，难道连你们都救不了我爹吗？钢条贯穿头颅，没有命丧当场，已是万幸。如果取出，需要打开头颅，更是必死无疑。趁着还有意识，还是赶紧交代后事吧。这钢条从天灵百骸贯穿脑宫髓海，药石无功，华佗在世也难医。若是能往仙门讨一颗护灵丹，护住髓海不散，还能有救。可现在张家主无法移动，更坚持不到化羽仙门，准备后事吧。既然寻常手段救不了我爹，难道仙家手段也不行吗？仙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头者元神之府，人之所助，万灵之汇聚，受此重创，元神不保，能多活这1时3刻，已是命中积德，天公赐福。若奢求活命，恐怕……你说什么？我爹还活着？你们凭什么这么说？回光返照而已。小道修仙浅薄，实在救不活张家主，只能用这龙涎安神香定住3魂7魄，暂时不离体。若不抓紧交代后事，待安神香烧完，可就天人永隔了。3位神医，求求你们，只要能救活我爹，什么要求我张家都能满足。我张家还有一份化羽仙门的仙缘，得此仙缘，有望成仙。谁能救活我爹，这份仙缘就是谁的。不是我们不愿救，实在是伤得太重，天人难医。安神香只能维持半小时，大小姐，还是让张家主抓紧交代后事吧。清雪，今日之祸不是偶然，20年前追杀我，害我丢失小易的人又出现了。我唯一遗憾就是至今没找到小易。你虽然是我收养的，但我一直视你为己出。我死后，你一定要找到小易。张氏家族，你们一人一半，若是找不到，全都留给你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弟弟的。就是这儿了，好重的煞气！我去，大爷，头上插钢筋很好玩吗？什么人，敢在这胡说八道嘲讽我爹？给我抓住他，掌嘴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嘲讽，我就是想说，赶紧把钢筋从他脑袋上拔下来。那个安神香只有一丁点安神作用，救不了命。再不把钢筋拔出来，他最多还能活10分钟。哼，哪来的小子在这口出狂言？这可是龙涎安神香，仙人用的。无知，此香含龙涎之气，能稳3魂7魄，虽救不活张家主，却可保他一炷香内不会气绝。何止能稳3魂7魄，这香凡人闻一闻，能多活几十年；仙人嗅一嗅，境界可更上一层楼。不可能，这香我练了几百根，师傅说过，这就是驱蚊子的，对提升境界一点用都没有。不然我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丁点修为呢？妄言！此香是以龙涎为料，大罗圣境修为方能炼得，天上不多，人间少有。我苦修100年，也只攒下区区3根，你居然敢说你练了几百根？难道这龙涎香真的如此珍惜？不可能啊！师傅说过，这种香我大罗圣境低等修为就能炼，就是垃圾。你们别说了，先把老人家脑袋上的钢筋拔出来吧，再拖延一会儿，他可就真的死了。口出狂言，我等3位神医都不敢拔，你怎敢说拔就拔？不拔出来，张家主还能活1炷香的时间；拔出来，当即毙命。不会，你们现在照我说的做，以仙气炼金针，封住他的左右神庭，保住3魂，再封住他的气海、凤池、百怪3穴，保住7魄，可保1刻钟内性命无忧，正是拔出钢筋的好时机。这种手段，我在仙道医书上见过，非大罗圣境修为不可施展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谁教的你？你师父是谁？不行，师傅那么厉害，我修为这么低，说出他老人家名讳，岂不是给他丢人了？我是玉山上一个门派的小童，门派就我和师傅2个人，你们肯定都没听说过。这不，师傅嫌我修为太低，说我朽木不可雕也，把我赶下山了。想不到一个小门派的弃徒，竟然知道这种仙道秘法。什么秘法？师傅说，凡是修仙之人都会。对了，你们也是修行之人，肯定知道此法。为什么在这见死不救，不施法救人啊？胡说八道！此法能救人不假，可只有大罗圣境修为才能施展。我等都是金丹期末流修为，施展不得此法。师傅说金丹期远在大罗圣境之上，若是金丹期都是末流，那我这大罗圣境岂不是末流中的末流？我看你们就是不愿意救我这种远不到金丹期的修为都能施展，难道说这种仙法高修为的人施展不出，只有我这种低修为的才能施展？扯淡！这位小先生，似乎你有办法，只要能救我爹，不论你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办到，都答应你。用不着，不就是拔根钢筋吗？举手之劳，多简单啊！让开，我这就给拔了。不能拔，钢筋一动，张家主必死。张家主，大小姐不能让他拔。拔还是不拔？你说了不算。老头，你来说，我拔还是不拔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我怎么感觉对这个小伙子很熟悉、很亲切，莫名的感觉可以信任他。就听小先生的，拔！等一下，你这一拔我爹没事最好，若是有事，我张家绝不会放过你。这么重的伤，不拔必死，拔了还有机会活，不如一试。若真是死了，也是命中有此劫，不怪小先生。糟了，龙涎香要烧尽了，张家主的气数要尽了，来不及了。老头，忍着点儿。来不及了，老头，忍着点儿。爹，你怎么样？不麻醉不消毒，硬拔人会活活疼死的。我看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分明是想折磨死张家。看来你们是真不懂救人之道。这钢筋一指宽3寸长，每拔出1寸都要配合镇魂诀镇压3魂。开始拔确实疼痛难忍，多点几根龙涎安神香堪比麻沸散，就感觉不到那么疼了。什么？多点几根？说得轻巧。这龙涎香，所有地仙门派加起来也凑不出来100根。一仙前辈，求您再拿出来几根，我愿意用张家所有财富，甚至仙缘来换。仙缘固然珍贵，可这龙涎香我出来时只带了1根，其实3根香我全带在身上，这是无价之宝，是求净化与仙门的败力，岂能浪费在一个必死之人身上？你也太小气了，1根香都舍不得，还是修仙之人呢。假的，假的，不可能！人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龙涎香！我早就说过，这玩意儿不值钱，我有几百根，你们想要，改天随我回山，都送给你们。老夫的道心都要崩碎了，难道我修了个假仙？这龙涎香真的是路边货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骗人的，这都是障眼法。他说不定是个仙门的老古董，就是来此游戏人间的。天有3奇日月星，通天透地魂不惊。哦，他当真拔出了1寸，张家主也没见有断气之象。好像确实没有那么疼了。不疼了？难道这真是龙涎香？还有他的口诀手法，都是大罗圣境才能修得。难道他真的是隐世仙人？今有武神开生路，魑魅魍魉走不停。我儿子的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胎记，难道他是我的儿子？不可能，小易，他是仙门之人，就算小易还活着，也不可能进到仙门，仅仅20年就修成这般大能仙道。地护天门，七香续命，出！止！连3位神医都束手无策的事，他真的做到了。这是什么妖孽手段？居然真的救活了一个必死之人！难道他真的是隐世仙人，修行的老古董？看着年轻，实际已经修炼了几千年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回仙门禀报祖师。求小神仙收我为徒，传授仙道易筋经。别跪别跪！我一个被师傅赶下山的弃徒，不是神仙，更不会什么仙道易经。此人虚实不清，看不透，还是回禀祖师之后再做打算。小神仙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仙道高绝，又慷慨赐香，
不知能不能赐我一根龙涎香，以补今日损失啊？这便宜东西我多的是，想要多少，自取便是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一下点了那么多，我们整个仙门也凑不出这么多。仙人留步，老朽用你一根龙涎香，愿用化羽仙门的仙缘弥补。有此仙缘，你可参加仙门的仙缘大会，有机会从外门弟子晋升为内门弟子。无功不受禄，张家主能保全性命，非我功劳，还是把这机会留给小神仙吧。小神仙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请受老朽一拜。我真不是神仙，刚才救你的手法，师傅说过，随便找个仙门中人就能做到。既然这样，敢问小神仙尊姓大名？我张家有份化羽仙门的仙缘，3月3，也就是明日午时，仙门召开仙缘大会。若您不弃，可尝一试，或许进仙门重新修炼，早日进无上神道。有道理，仙门灵气充足，的确适合修炼。我叫张毅，弓长张，容易的易。张毅，你也叫张毅？他的手上也有印记，难道他真的是我丢失的儿子吗？我的儿子是神仙。小神仙，你也叫张毅？敢问小神仙今年贵庚？都说了，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一个没有修行资质的废柴。医道也只懂一点点，叫我张毅就行，具体岁数不知道。我自幼在山中修行，据师傅说，我现在大概这个年纪。原来是修行了2000年，看来也只是和我那丢失的儿子重名相似而已。20多岁了，师傅说我的因果就在东南靖州，这里应该能找到我的父母吧？要是找到了，一定要问清楚，当年为什么要丢下我？张仙师，实不相瞒，老朽也曾修炼仙道，只是天资愚钝，修炼这么多年都未证得仙道半步。不过化羽仙门的祖师曾说，我女儿晴雪乃是9阴之体，与之双修，可改人修行资质。爹，您什么意思？您该不会是想让我嫁给他吧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再说张仙师能力超群，嫁给他你不愿意吗？爹，我有9阴之体，仙门祖师说有金仙资质，将来会带我进入仙门，能飞升仙界。只因为了寻找义弟弟，我才拒绝。若是找到义弟弟，就算为了报答爹的养育之恩，我也愿意嫁给义弟弟，带他进入仙门。可他只是一个被仙门逐出的弃徒。找了10多年了，机会渺茫，也许小义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张仙师救我性命，这种大恩岂可不报？不用，我救人不是为了强人所难。师父教导我要行善积德，有助突破修行正果。老先生，您能给我一份仙缘，让我进入仙门修炼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至于这婚事，就算了吧。化羽仙门看重修行资质，万一张仙师你的资质无法达到仙门收徒要求呢？那只能说明我真的很废柴，压根就不适合修仙，只适合做个生老病死的普通人。爹，3年我一定找到义弟弟。至于金人情，张仙师既然能修行至今，定然是有一些资质的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待我找到义弟弟，我就嫁给张仙师，也能助他重登仙道。仙中九响，是化羽仙门的仙缘大会将开了。仙缘大会乃化羽仙门1年1度的盛事，修习仙道通过这仙缘大会的灵资考验是必经，也是唯一之路。不过我观今日诸位皆资质平庸，唯我略高一等，这拜师仙门的殊荣多半是要花落我江家。仙门之地不得喧哗。张仙师，这3位是化羽仙门的掌教真人，主导今日大会，快跪下，勿惹仙人动怒啊！不跪3位真人，就是不敬仙门，不遵仙道。你还想不想进化羽仙门了？面前之人既来参加仙缘大会，准备拜师仙门，为何不跪？我要跪，就要跪拜真正的仙人。可你们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，不值得我跪。好狂的小童！我与2位师兄执掌仙门1000年，入得天宫论道，下得地府击魂，你竟敢说我等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！张仙师，此处不可妄言，快给3位仙人道歉。不敬仙人者，没资格参加仙缘大会。还请3位仙人下令将此人逐出。我没说错啊，为什么要赶我走？他们真的不是仙人。我师父说过，真正的仙人高深莫测，根本看不透修为境界。我师父就是仙人，我就看不透他的境界。这位小友也是修仙之人，我观小友的确有些修为，已到炼气8层，不知是何门何派，以炼气境界竟能看破仙人境界的修为。你师父是何方神圣？师父说我天资愚钝，修仙资质低下，把我赶出山门了，没脸再提师父名号。哈哈，不肯透露，好。你觉得我等修为不高？那你说我们是什么境界？师父说
头顶3朵莲花盛开是炼气期，2朵金莲盛开是筑基期，1朵金莲盛开是金丹期，只有1个莲花骨朵的是陆地神仙境界。像师傅那般，头顶1个莲花骨朵的才是神仙。凡人修炼至陆地神仙已是极限，炼气期修3朵金莲，筑基期修2朵金莲，金丹期修1朵金莲。待金莲闭合，重回国朵，便是陆地神仙。我的障眼术快瞒不下去了，他已经9连旗开，入天道境，得赶紧让他下山，不能叫他知道我这个师傅已无东西可以教他。你们3个的境界都是炼气期，离陆地神仙境还差得远呢。原来是坐井观天，胡说八道。我乃堂堂陆地神仙境界，竟被你说成是小小炼气期的修士，真是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！哼，我看你师傅也如你一般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阔。既然你不肯跪拜，那就罢了。反正你这般愚子蠢材，也定然经不过考验，进不得仙门。和你计较，倒是显得我们失了身份。午时至，吉时到，请仙门圣器。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这就是化羽仙门圣器，可验灵根、测资质、辨善恶的混沌神珠。当年我几次跪求欲进仙门，就是这神珠测得我资质不够，至今无缘仙道。鸿蒙初始，天地初开，诞生混沌神珠，作用万千。其一便是测修炼资质，凡修仙道者以手触摸神珠，神珠便会显现其修炼资质。凡人修炼分9境：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陆地神仙、天仙、神仙、金仙、大罗圣境、天境。触碰神珠，金莲显现，金莲显现数量代表修炼资质所能达到上限。金莲之下皆为蝼蚁，只有显现1朵金莲，才有修炼到陆地神仙境的可能。若是金莲不显，则证明这辈子都成不了仙。师傅说，1朵金莲已是凡人修仙大限，这样才有修炼到陆地神仙境的可能。那像我这样投生9连的末等修为，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？显1朵金莲代表陆地神仙资质，2朵金莲天仙资质，3朵金莲金仙资质。若显6朵金莲，则是大罗圣境资质。不过此种资质极少，可谓万里挑一。而9朵金莲则能达天道之境，此种境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只有道祖1人成就。当然，即使1朵金莲未出，只现莲花骨朵，也代表有修炼资质，可做门外弟子。若莲花骨朵也不显现，就只能做仙门外扫地的杂役了。凡是可出1朵金莲，有陆地神仙资质者，可得仙门老祖赐福，洗金伐髓，提升境界。9朵金莲是天道资质，可明明师傅和我说9朵金莲是最低等的修为资质，难道是师傅说错了？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？测仙道资质即刻开始，要入化羽仙门者皆可上前。虽然爹定下了你我的婚事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不奢求你达到金莲1品的资质，但你最起码也要达到门外弟子的级别。我不想，也不会嫁给一个杂役。我靖州李氏毕生之愿就是入仙门修仙道，我苦修100年，这将是我第90次得神珠测验资质。金莲1品，你修行100年，终于修成陆地神仙资质，这一次准你入仙门。既是金莲1品，就准备接受老祖赐福吧。金莲1品入我仙门，得我赐福，再升一境。苦修100年才出1朵金莲，勉强进仙门，那我还要不要测呢？我这20年的微末修为，不会真的要成为给仙门扫地的杂役吧？看你心虚的样子，你不敢，我先来。我不求我的男人一定要比我强，但至少不能比我差。想不到年纪轻轻就有陆地神仙资质，老夫自叹不如。李仙师，你的自叹还有点早。我女儿乃太阴圣体，可不是1朵金莲这么简单。按化羽仙门的规矩，3朵金莲已经有了金仙资质，我这种修仙废柴1朵金莲也显现不出，怎么可能强得过他？唉，注定我与张家无缘，结不成这桩婚事。3朵金莲有修成金仙资质，已经十分罕见。不愧是太阴圣体，先天就有修仙资质，
稍稍出手，便已是无数人毕生努力的极限。可惜你曾有言在先，3年之内不入仙门。什么？张晴雪竟是太阴圣体之身，据说与太阴圣体双修，修为可倍增。太阴圣体万中无一，要入大罗圣境，登顶仙道，张晴雪绝不能做别人的女人。晴雪出身高贵，又有先天圣体，乃人中之皇。能与晴雪谈婚论嫁者，也必是万里挑一的翘楚。我江少廷自认为可做人中之龙，今日愿向张氏提亲，求娶晴雪，还望晴雪小姐勿惧。江少廷，你是在向我求婚吗？没错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放眼靖州，能配得上晴雪小姐的，也就只有我了。胡说八道！我已经将晴雪许给了张仙师，江少廷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江少廷一身煞气，与张家主被谋害时煞气相同。无论他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，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晴雪绝不能嫁给这种人。没错，江少廷，晴雪已经答应嫁给我，你来晚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我爹说将我许配给你，可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嫁给你？晴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连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爹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的，您为什么一定要我嫁给他呢？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要嫁的男人要么比我仙姿聪颖，要么比我强，否则他凭什么征服我？听到了吗？晴雪有金莲3品金仙资质，请问你是何等仙姿？我具体仙姿不知道，师父只说过我头顶9朵金莲，是修仙者里修为最低等的。放肆！9朵金莲乃修者最高境界，天道境，你却说是低等修为，你是在变相羞辱我等，说我等头顶3朵金莲修为还不及你最低等修为吗？9朵金莲明明就是最低修为资质啊！师父应该不会骗我，可能师父传我的修仙境界与神珠测出资质是相反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若触碰神珠，1朵金莲也出不来，我的修为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。爹，您看到了吧？我堂堂太阴圣体，又有金仙资质，嫁给他岂不成了整个仙门的笑话？不嫁给张仙师，难道你想嫁给江少廷吗？他脸净可心不净，向你求婚没安好心，这桩婚事你想都别想，我绝不答应。没错，大小姐，我也看出姓江的没安好心。住口！你修为末等，没半点修仙资质，一双凡胎兽眼能看出什么？张家主，大小姐得仙门认可，有金仙资质，而你只是个普通人，做不了他的主。爹，只怕今天女儿要忤逆您的意思了。我张晴雪不想嫁给一个一无是处的人，沦为仙门笑柄。若你能得神珠认可，我愿与你结为一时双璧。当年化羽仙门老祖曾说，我乃9阳圣子之体，一直未能查验，今日便一测究竟。当年老祖所言不虚，此子确是9阳之体，与太阴之体资质平齐，可晋升金仙境。一个9阳之体，一个太阴之体，若两者合修，境界高升，不可估量啊！爹，请你相信女儿的选择，没有错。嫁给他，我此生境界难以寸进；可嫁给江少，必能缔造仙道境界奇迹。我也想知道，我2人合修是何等仙道资质。我也想知道，我2人合修是何等仙道资质。师父说我心地不善，难成真仙。张晴雪，你两眼蒙尘，不辨黑白，即使测出天道境，也成不了真仙人。是6朵金莲，6朵金莲，大罗圣境，两者合修可出大罗圣境资质，这是我化羽仙门之福，天地同庆啊！张家主看到了吧？大小姐选择少廷才是正确的结合。若是听了你的，跟了某个一无所长的废柴，怕是仙道境界再无春进了。张仙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晴雪跳进火坑，现在能帮她的只有你了啊！我？张家主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上去1朵金莲也出不来，这件事真帮不了你。你没上去试试怎么知道？他江少廷是9阳之体，万一你也是，甚至超过他呢？不可能！我要是9阳之体，修仙奇才，师父早就告诉我了，也不会把我赶下山了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麻雀确实不能与凤配。你和我比，云泥之别，配不上晴雪已是事实。但你也可以上去一测资质，万一你可以留下，做个扫地的杂役呢？没错，张毅，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，我不要求你能超越江少，若是能让神珠出3朵金莲，与江少资质平齐，我未尝不可改变主意。我也想看看，自称头生9莲却修为末等的狂徒，到底是何等资质？不可推脱，测！我若是1朵金莲也测不出，可就真是把师父的老脸给丢尽了。
无论有没有仙道资质，至少该有踏出这一步的勇气，连上前一步的胆气都没有。你根本不值得我高看你一眼。畏首畏尾，修者之耻。说出你师门名字，师傅是谁？滚下山去！从此你这一门再没资格参加我化羽仙门的仙缘大会。罢了，撤就撤，总不能真把师傅的老脸丢在这儿，让他们踩在脚底吧？好，我撤。但话说清楚，不论结果如何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与我师父无关，与师门无关。我就说吧，我末等修为，没有修仙资质，一朵金莲也显现不出。早料到不会有金莲显现，可没想到神珠无意已经没有半点修仙资质，连在我仙门阶前扫地的资格都没有。张家主，我化羽仙门赐予你张家的仙缘，用在他的身上，算是白白浪费了。张仙师，看来是老朽看走了眼，你当真与仙道无缘？倒是我高看了你，本以为你能留下扫地，想不到这种低等末流差事都轮不到你。幸亏我慧眼识人，没有在你身上耽误一时半刻的青春。我们眼花看错了吧？那是一品金莲。一品金莲，看向神珠。我这种末等修为，也能测出金莲一品，有陆地神仙资质。为什么师父这么多年没有看出来？金莲一品，看不出有半点仙姿的他，竟测出了金莲一品，难道是仙姿不显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金莲一品就是有修成陆地神仙的资质，与晴雪也算是般配了。不过是金莲一品，我与江少可都是金莲三品，你与我之间仍是地仙与金仙之差。听到了，一个地仙，一个金仙，听上去只有一字之别，可在修仙一脉，差的可是万年之遥。再过10000年，你也修不到金仙境。慢着，不是金莲一品，是金莲二品。不可能，金莲一品，陆地神仙已是他这种俗物修仙之最，怎么可能金莲二品？白石仙人，您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金莲二品？我能有陆地神仙的资质，已经很知足了。不是金莲二品，神珠已有吞吐金莲之象。金莲二品天仙资质，张仙师，现在你与晴雪的差距从万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了。不过是金莲二品，我家少廷可是金莲三品，他们之间还是天仙与金仙的差距。我没做梦吧？片刻之间从地仙晋升天仙，这样的资质真是我测出来的吗？不是天仙，是金仙。不是天仙，是金仙。三有金莲，金仙资质，我一介凡体，竟然与太阴之体、九阳之体资质平起。同一天内测出3个金仙资质，这是化羽仙门历经千年从未有过的奇事。更奇的是，他这种没有先天修炼体质，竟可媲美九阳、太阴之体，简直是修仙奇才。我乃九阳之体，万里无一，竟与他这种仙门弃徒资质平齐，真是我江家之耻。晴雪，你看到了吗？张仙师与你同是金仙资质，他才是与你最般配的那个人。真的般配吗？虽然都是金仙资质，可我是太阴圣体，他一介凡体，谁尊谁卑，显而易见。若他能测出金莲4品，再升一境，这才勉强与我平齐，才叫般配。哼，金莲4品，就他痴人说梦吧！整个化羽仙门1000年来，也只有老祖一人超越金莲3品，问鼎金莲6品。神就又有吞吐之兆，难道今天要出第3个超越金莲3品的人了？看似平平无奇，竟是金莲4品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年老祖修行3万年，又听老君论道，才突破桎梏，升至金莲4品。这小童看年岁不过20-30，竟已达到老祖修行3万年的高度，这其中不会有假吧？师傅总说我愚钝至极，朽木不可雕也，连基本的炼气期都无法突破，怎么到了这里却成了修仙奇才，达到了金仙之上的资质？这混沌神珠不会是失灵了吧？晴雪，如你所说，张仙师已测出金莲4品，现在应该与你般配了吧？金莲4品又怎样？才4品而已。我与晴雪双修，可是测出了金莲6品，我2人结合能达到大罗圣境资质，他区金莲4品，比得了吗？这能叫般配吗？他若真是想与少廷一较高下，倒是也测出个金莲6品，给我们瞧瞧啊！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，几位执掌仙门1000年的仙人都达不到的高度，我怎么可能做到？知道自惭形秽就好。你我之间的婚事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不止4品金莲，我看神珠灵光未消，似乎还有吞吐金莲之象啊！不可能，金莲4品已超越金仙，再吐金莲，岂不是接近大罗圣境？这是凡人修仙绝不可能达到的高度。真的是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资质。我与江少2大圣体结合，才勉强测出金莲6品，他居然一个人就做到了。我等修行几千年，才修得陆地神仙资格，他小小年纪竟然就有如此成就。莫非他说的头生9莲不是空话？这等修仙奇才简直是妖孽啊！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，
竟然有人修仙资质与我齐肩，真看不出张仙师竟然有大罗圣境仙资，请受老朽一拜。张家主，受不起，这金莲六品肯定不是我的仙资，依我看，8成是神珠失灵测错了。妄言！混沌神珠始于混沌初开，乃上古圣器，测资质护仙道，几万年不曾出过一点误错。你敢说神宗出错？这是对圣器不敬，对我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敬，跪地赔罪！圣器高贵，岂能容你污蔑？跪地赔罪，否则今日叫你肢体难全。听到仙人的话没有？跪地向圣器赔罪，向仙道赔罪。测出金莲6品，也不是你目中无圣器的资本，跪地赔罪。张仙师，你刚才话里确实不敬，我也帮不了你，还是跪吧。我没有说错，为什么要跪？我仙道根基为零，师傅早就验证过了，神珠测出金莲6品，这不是失灵是什么？看他的样子，不像刻意隐瞒修为资质，难道真的是神珠出现误错了？我更愿意相信是神珠出错，也不愿相信你真的是金莲6品，压我一头。要验证他所说是真是假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再以神珠验测一次。若还是金莲6品，我们心服口服。我答应过的话，也会说到做到。没错，就这么办。张氏小童，去再测仙道资质。师傅神通广大，慧眼如炬，一定不会骗我的，一定是神珠失灵。好，我测。神珠异动，天地色变。难道今日仙门要出一位天道资质、仙道大能？神珠异动，天地色变。难道今日仙门要出一位天道资质、仙道大能？什么天道资质？自盘古开天至今，可也只有道祖一人达天道资质。若真有人达到天道资质，与道祖平齐，此人必将震动整个仙界。先出金莲3品，再出金莲6品，每一次都让人意想不到。令神珠颤动的人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不会的，他既没有先天圣体，又是末等气土，怎么会出现天道资质呢？是我想多了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看他一副一无所长的样子，我绝不相信他能有天道资质。看，神珠有意，金莲欲出。金莲9品，天道资质，这人间竟还有一位与道祖仙资齐肩的人物。与我仙资齐肩，已足以惊动半壁仙界；与道祖齐肩，岂不是整个3界都要为之一振？天道资质足可称第2道祖。若是第2道祖之名出自我化羽仙门，从此以后化羽仙门便是3界第1大仙门，无上荣耀啊！小道在此，恭请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张仙师有天道资质，要入仙门，当受我等五体投地大礼。小道子阳，恭请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恭请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3位仙人都下跪相迎，张仙师是有天道仙资的上仙，快跪下求仙师原谅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张家主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张仙师，你就别谦虚了，金莲9品为证，3位仙人跪地相迎，哪还有什么误会啊？3位仙人，你们快起来，这一跪我受不起。这一跪您何止受得起？能跪天道资质上仙，是我们高攀了。只要您点头，入我化羽仙门，仙门上下必以您为尊。您入仙门，我们愿拜您为师。仙门掌教真人的位子，也让给您。到底什么来头？竟是天道资质，整个化羽仙门都匍匐在他的脚下。我可以进你家仙门，但是真的。只要仙师愿意入我化羽仙门，您提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你们听我说完，我是想说，这9品金莲与我无关。刚才我就说了，神珠失灵不准，神珠吞吐金莲有序，天地间也无大祸突起，这正是验证天道仙资之象。我还是不相信，他就是一个来仙门求取修仙之道的小童，怎么会有天道之资？我怀疑他用了什么障眼法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各位。也许他连金莲1品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，据我所知，有些小门小派专研障眼之术，流窜各大仙门，骗取修仙之法。放肆！障眼之术骗得过你们，可骗不过神珠。没有什么法术能令神珠生出假象。你们还看不出吗？张仙师乃大能神仙下凡，看尽人间疾苦，来此人间历练。再敢对张仙师出言不逊，即刻赶下山！此生再不准你将士涉足仙门半步！连3位仙人都承认了，难道真是我错了？他真的是一位仙资不行，能带给我张家无上福报的大仙人。所有人都说我有天道仙资，师傅却说我是一块朽木，我到底该信谁呢？小小年纪，天道资质与道祖齐肩，
莫非世间真有这样的修仙奇才？待我以仙法赐福，试试他真实修为在何种境界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身体里了。这是老祖赐福，赐你仙力，提升修为。看来你有天道仙姿，已经得老祖认可。张仙师若能留下，老祖亲自提点，不消百年，修为境界必能与资质平齐，同达天道。赐我仙力，提升修为？可我怎么一点血脉喷张的感觉都没有啊？我这一指仙力可搬山移海，修士受之必修为大增。我也能有所感应，可进入他的身体，竟如沙尘大海，不起丝毫波澜。让我再次一指仙法，试你一试。又是老祖赐福，难道是仙门老祖小气，赐的仙法太少？我还是没有感觉。又是老祖赐福，难道是仙门老祖小气，赐的仙法太少？我还是没有感觉啊！真是怪煞我也！纵使是天道资质，我一指仙力也能试出修为几何，为何在他身上全然察觉不到？看我再出5、6、7、8、9指！三位仙人，麻烦你们转告你家老祖一声，别再赐福了。这点仙力对我真没有用。老祖乃仙门开山鼻祖，至高无上。老祖要为张仙师赐福，我们拦不住啊！我耗费1000年仙力，居然测试不出有几成修为。若不是他修为太低，没有品级，就是我这仙力在他面前只如皮肤玉树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他的修为岂不是已经超越天道？不可能，道祖修行10万年都无法突破天道再上一层。他一个道门小童，不过有些修仙天资，总不会超越道祖，突破天道资质吧？两位师兄，混沌神珠这是怎么了？几千年来从没有过如此异动。神珠异动，非祸即福，快，合我3人之力稳住神珠，以免神珠落地酿成大祸。神珠蕴含万古之力，凭你我3人根本压制不住，我要撑不住了。我也要撑不住了。仙道资质最高为天道，金莲也只有9朵，这第10朵金莲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股什么力量？竟然连混沌神珠都接受不住！这是神珠爆裂化金莲10品，金莲10品，师兄是说，是混沌神珠也无法承受的天道之上的资质。没错，张仙师不是金莲9品天道资质，而是万古第一人的天道之上的资质。神珠崩裂化第10朵金莲，天道之上。又开一道，如此逆天资质，得之可得半壁仙界。他绝不能为他人所用，必要为我所得。天道之上的资质，万古第一人，我这点金仙资质在他面前不值一文。我不相信，道祖都无法突破的境界，他怎么可能？这金莲有假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金莲10品，我这就拆穿你的障眼法！啊！金莲护体，不可近身，即使天道资质，也做不到如此霸道。天道之上。确定无疑，天道之上的资质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况且连道祖都无法突破的资质，我一个刚入修仙路的新人，怎么可能突破呢？一定是神珠失灵出错了。张仙师，切勿妄自菲薄。若你真是天资绝顶，凭2000年修为，也可胜过100万年。什么2000年修为？谁？我？什么2000年修为？谁？我？不是你跟我说你已经2000岁了吗？这难道不是2000年修为吗？张家主。你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20年，不是2000年。什么20年？张仙师，你是说你不是2000岁，而是20岁？张仙师才只有20岁，20岁，天道之上仙资质，匪夷所思，仙道奇才啊！20年的修为已经远胜我们1000年修为，咱们还有脸面自称仙人呢？原来你们都以为我有2000岁呢？怎么可能？你们看我，一根白头发，一条皱纹都没有。怎么可能会是2000岁呢？爹，他也叫张毅，同是20岁，手腕处还有一模一样的胎记，难道他就是一弟弟？对了，当年我抱着小易逃跑的时候，我和小易的手臂同时被一把刀划过。若他手臂上也有这道刀疤，就可确定是小易无疑。张家主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什么小易？什么胎记？什么刀疤的？张仙师，可否让老朽看一看你的左臂？我这胳膊又没什么异常。看我左臂做什么？
张家主，你的胳膊上怎么会有一条和我一样的伤疤？张家主，你的胳膊上怎么会有一条和我一样的伤疤？一言难尽，可也是这条伤疤才让我能确定你就是我当年弄丢的小易儿子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易弟弟，我和爹这些年用尽了无数办法打探你的下落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做了20年的孤儿，和师父相依为命，今天突然有爹了，有家了。儿子，咱们一家人时隔20年终于重逢，你不高兴吗？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？应该叫你一声爹吗？你想错了，我不高兴，这一声爹我也叫不出口。儿子，小易，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重逢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有父亲，却做了20年的孤儿。我一直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我生下来就是一个错？为什么当年你要狠心抛下我？小易，难怪他有逆天修行资质，原来他就是当年老祖断言为修仙奇才的张家独子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他出生时天动地颤，已有逆天仙姿。老祖当年不愿看见有修为境界会超越他的存在，可仙人不得干预凡尘之事，于是秘密委托江家买通死士，将他杀死在襁褓之中。没错，本以为他早都死了，想不到命够大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他没死，还测出了逆天资质，证明了身份，老祖不会坐视不理，容他走出这仙缘大会。小易，这其中原委一时说不清楚，咱们先回家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弟弟，你错怪爹了。当年有人要杀你，爹为了保护你，被人砍了10几刀，几乎流干血晕死过去，才把你弄丢的。什么？被人砍了10几刀？没错，不相信的话你自己看，当年的刀疤还在爹的身上。晴雪说的没错，若不是当年晕死，我也不会把你弄丢的。爹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当年是故意丢下我。师父教导我找到其人敬之爱之的话，全被我抛之脑后。我真不是人。小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爹对不起你。这里是仙门，这些事咱们回家再说。回家，去他的仙门，我不见了。神珠爆裂，仙门大祸，未查清大祸根源，谁都不准走。恭迎老祖。是谁毁了我化羽仙门万年圣器混沌神珠？老祖，就是他毁了仙门的圣器。回禀老祖，就是这位张仙师。他就是仙门老祖，上来就兴师问罪，不会真的是来找我麻烦的吧？诸位，饭可以乱吃，手不能乱指。神珠明明是自毁，怎么能怪到我儿子头上呢？难怪资质如此逆天，有时大难不死便是天意。活到现在，刚好的逆天资质可以为我所用，吸了他的资质，我修为必能直通天道。老东西，别替他狡辩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神珠爆裂，化第10朵金莲就落在了他的手上。是你们要我测资质，测出了10朵金莲，神珠爆裂，还说我有天道之上的资质。我早就说这不可能，神珠肯定是失灵了，出了差错，爆裂消失与我无关啊！张仙师，神珠明明是承受不住你的逆天资质才爆裂自毁，我等守护神珠1000年，岂会不知这一点？你不能不认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说神珠是因我而毁，我无话可说。你们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依照神珠等价值赔偿。等价值赔偿？你们这上古圣器价值无双，你教我怎么赔偿？神珠无价，他10条命也抵不上1颗神珠。老祖是故意刁难，他今天休想全身而退。20年前叫他捡了1条命，今天老祖亲自出手，看他怎么死。老祖，这神珠我来赔，我张家屯有黄金万斤，珍宝无数，全部献给仙门，如何？神珠乃上古圣物，岂能等价值于凡俗金钱？只能用同等价值的仙道圣物来赔。若没有，今天你们张家人休想走出化羽仙门。老祖，你明知地邪仙门之中只有混沌神珠这一件上古圣器，你这是故意刁难。老祖动怒，除非张仙师有到天宫借得宝物的本事，否则难平老祖之怒。你要上古神器，我赔不起。我这里只有一把自己练的兵器。张仙师不可妄言，一把柴刀价值岂能与神珠等同？这不是拉低了神珠的价值吗？小弟，赔偿的事我和爹来想办法，快把你的刀扔掉，别留给他们诟病的把柄。扔掉？干嘛要扔掉？师傅给我带下山的东西不多，他说了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小子，别吹牛逼了行吗？就是一把破柴刀，山下铁匠铺里多的是。你是觉得我们眼瞎，还是觉得老祖不识俗物啊？老祖，我看此人就是来仙门捣乱的。既然他赔不起，就要了他的命，以祭神珠。谁说我是来捣乱的？我下山时，师傅特意叮嘱我，这刀就是给10座金山都不换。我想价值不比你们的混沌神珠差，给，你们要不要？张仙师不能仗着自己资质逆天就放肆无度，
今日之举过分了。我倒想看看逆天资质的修仙奇才炼出的刀有何金贵之处。江少廷，仙门已准你为入门弟子，接刀拿来我看。是。江少廷，这不过是一把柴刀而已，你何故有此举动？一把刀而已，怎么会这么重？少廷，你可是能扛起千斤顶的人，怎么能当着几位仙人的面拿不起一把刀呢？这把刀好像有几万斤重，我这双只能撼动千斤的手确实拿不起来。几万斤重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把刀是我亲自打，重7斤8两，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么重？江少廷，张毅的资质远超于你，你心里不服，就想用这种方式惹怒老祖，迁怒张毅，是不是？江少廷，真看不出你还是这种卑鄙小人，可笑我竟然还想过与你双修，真是恶心。江少廷，休了弄虚作假，把张仙师的柴刀拿过来。3位仙人，我有口难辩。好，我拿。要么是幻觉，要么是他耍了把戏。这次我集全身之力，拿不动你的破柴刀。江少廷，一把刀而已，没必要演得那么像。拿好了。几位仙人，这刀被他动了手脚，害我当众出手蔑视仙门之威，求几位仙人给我做主，灭了他。江少廷，你演戏上瘾了吧？我都说了，这刀就7斤8两重，别告诉我你拿不起来。江少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3位真人，这刀有古怪，一定是被他施了手段，我拿不起来。本以为你修行根基沉稳，能成为我仙头上乘弟子，却连把刀都拿不起来，滚开！难不成这柴刀真有万斤重，连我仙门真人都拿它不起？仙人，您没有开玩笑吧？我看这刀，张毅可是轻轻松松就拿起来了。这刀虽然重了些，可还没有到拿不起来的地步。 3位真人，现在你们相信我说的了吧？这刀一定被他做了把戏。看仙人的样子不像装的，难道这些仙人真的连7斤8两的刀都拿不起来？这刀真的很轻啊！几位仙人，要不你们再试试？仙门威名不能被一把刀毁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刀藏着什么花戏。给我！仙人，我说他们不信，你来告诉他们，这刀是不是很轻？坏了，这刀真的有万斤之重。坏了，这刀真的有万斤之重。白石真人的面色不太对呀，莫非这破柴刀真有什么玄妙？仙人，这刀你已经拿起来了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我有说谎吗？你觉得这刀重吗？这刀很轻，一点都不重，在我手里轻如鸿毛。江少廷，听到了吗？白石真人已经说了，这刀很轻，你装腔作势的把戏被拆穿了。我没有说谎，老祖，你要信我呀！真的是他在戏耍仙门，是真是假，有何玄妙？刀呈送我手，一看便知。白石真人，将刀拿过来。是。此刀真的重如高山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仙人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很轻的吗？你不会也配合他们在演戏，要陷害我吧？胡说八道！我化羽仙门3位掌教真人，光明磊落，岂会做这种安杂之事？老祖，子阳师兄，现在你们应该信我了吧？这刀非同一般，要么真的是圣器所化，要么就是被高人施了法术，我等破解不开。张仙师，快把刀拿开，我要被压死了！小易，仙人不像是在说假话，不可伤了仙人，快拿开！师父说过，只有通天彻地的大法宝才会散发七彩迷雾，难不成我随手炼成的砍柴刀是媲美混沌神珠的大法宝？还不起来！他虽有逆天资质，可修为境界还是仙门小童，归他成何体统？这刀可成神器，若是他随手一炼而成，那他的修为境界绝非小童。让我来试试你这刀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这刀多半是被高人动了手脚，你3人修为相当，破解不得。我亲自来。老祖小心，这刀当真怪异的很，不可小视。就算有仙人法力加持，他也终究只是一把刀，一件死物，我还能怕他不成？老祖，他们拿不动这刀，可能是因为这刀身上有一层七彩迷雾，你看到了吗？哪有什么七彩迷雾，除了锈迹斑斑，就是破烂不堪。你休想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我没胡说，这上面真的有一层七彩迷雾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没有，哪有什么七彩迷雾，胡说八道呢！小子，老祖要看你的刀，赶紧送过去，少在这拖延时间，没用的。不管你对这刀动了什么手脚，都难逃老祖法眼。只有仙道神器才会有七彩明镜修为，才能一眼识破。而只有大罗看见，我看不见。你是觉得我的修为境界还不如你吗？把你的破刀给我！张仙师，也许你是今日在场众人中资质最高的，但修为老祖才是最高的。狂妄无度，不知所谓！我要亲自灭一灭你的威风！接过来！大概是我出现幻觉了吧？一把柴刀怎么可能是仙道神器？
这破柴刀不像有人施了仙术，却重比高山，难不成真的是遗落尘埃里的仙道神器？老祖，你怎么也是一副拿不起来的样子？你不会也要说这刀力重万斤吧？老祖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这刀真的重到连老祖都拿不起来？老祖，可是需要我等帮忙，不能让这小子看出我拿不动的样子，否则脸面尽失。不用，区一把刀，不过几斤几两而已。不管你施了什么法术，都被老祖破解。乖乖的用你这条命来偿还混沌神桌吧。不愧是仙门老祖，修为就是胜过我们100倍，轻松就能提起这刀。这刀越来越重，我也快要坚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祖，你不是说这刀很轻吗？你的手在抖什么呀？我的手没抖，这刀就是很轻。怎么，我的样子看着很像这刀很重的样子吗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撑不住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不能丢我身为仙门老祖的脸面，得想个办法。老祖额头冒汗，手臂微颤，这可不像是很轻松的样子。我不光这一只手能拿的，我另一只手也能拿的。老祖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给一个小辈跪下了？老祖，你别给我下跪啊！你几万年仙龄，我才20岁，你这一跪我受不起啊！老祖，您的身份就是仙门的脸面，您这一跪，便是整个仙门都跪了呀！3界之内能受我一跪的，除了天上大仙人，便只有仙道神器。仙道神器？这里除了已经自毁的混沌神珠，哪里还有什么仙道神器？老祖口中的仙道神器，莫非就是这把柴刀？没错，神器不显，但确有仙力。这把刀可以作为赔偿混沌神珠的神器。老祖也称这刀是仙道神器，应该没错。可师父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难道师父那双老眼没看出来？太好了，赔偿了混沌神珠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走，小易，咱们回家。这仙门不过如此，待我日后再给你寻一个可靠的仙门修炼。站住！这刀可做赔偿混沌神珠的神器不假，但还不够。想走，还要再拿一件神器出来。还要再拿一件神器，可我身上除了这把刀，就剩2封婚书了，你要不要？张仙师，不可胡闹！老祖能有今日修为，全靠数万年保持童子之身，不近女色，这是我唯一的东西。你们不要，那你们还想要我怎么赔偿？还有你的逆天资质，把你的逆天资质给我，我便能直达天道境，重塑神珠。看来老祖终于要出手了。若是被老祖吸了他的资质，那这世上可就再没有人有突破天道境的可能了。也许老祖是对的，没人突破天道境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少了一重境界，就少了一重压在仙门头顶的大山。把我的资质给你，师父说过，资质便是神识慧根。若是把资质给了你，我便无师无慧，这辈子又痴又傻。不行，这个条件我不接受。老祖，你身为仙门之首，怎么会想出这种阴毒下作的办法？我们寻了20年，好不容易一家团圆，我张氏满门绝不允许你们动弹一下。你们看好了，这里是化羽仙门，你们是走是留，是生是死，是仙门说了算，是老祖说了算。你们不是说我有逆天资质吗？那这里岂不是没有人是我的对手？我要走，你们有谁能拦得住我吗？你虽有逆天资质，可需要时间修炼才可境界大升，不用我出手，随便一位仙门弟子便能叫你走不出这道门。若是有我武装关助他一臂之力，你们这道门还能拦得住吗？奉家师之命，张毅张仙师，我武装观保了。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她怎么来了？没听师父说起过，玉京山还与武装观有交情啊？这小童毁我仙门圣器混沌神珠，你武装观要以势压人，为他出头。自他下山，便是我武装观的人。你要动他，武装观家师镇元子无万寿山圣女不答应。小易，你什么时候拜师武装观，做了镇元大仙的弟子了？我没有啊。这位圣女姐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从没去过万寿山啊。难道你下山时，你师父没有告诉你，你有一份婚书，便是与我万寿山圣女的吗？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真的是你？我此次下山，便是奉家师之命，带你回庄观，一为你我成婚，二家师仙体抱恙，要请你到观中炼制天元金丹，疗伤养体。坏了，镇元子号称地仙之祖，武装观地位远在化羽仙门之上，有武装观撑腰，今天怕是留不住这小子。我垂涎万寿山仙家福地已久，以钉头七剑术暗咒镇元子，10天内必亡。如今已过4天，镇元子想必已经元气大伤，我已无需惧他。不行，他谁也不准带走，神珠因他而至，赔偿我仙门圣迹。与家师镇元子相比，你不过是小小仙门之内一小仙，也敢忤逆家师的意思。镇元大仙要人，就让他自己来。镇元大仙若亲至仙门，我必放人。镇元大仙不能亲至，我落花洞洞主向你要人，可否？
落花洞未经通报，不请自来，还望老祖勿怪。刚来了个武装观，又来了个落花洞，邪门歪道都来了，话语仙门越来越热闹了。落花洞用毒无形，无孔不入。你嘴巴不干净，毒哑了你，就当给你一个小小惩罚。洞主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您把解药给我们吧。回去自灌3日金替，此毒可解。落花洞主怎么也来了？听口气好像也是为我来的。难道师父给我的另一份婚书就是与他的？落花洞主亲自来我化羽仙门，也是为了他。没错，20年前，落花洞与玉京山为我2人定下婚书，待他弱冠之年与我完婚。我此行仙门，便是来接我的未婚夫回落花洞成亲。一个武装观，一个落花洞碰在一起了，这可叫我如何选择啊！老祖，镇元大断法力无边，连天地都要敬重他3分，不可树他为敌啊！落花洞用毒无形，3界之内无人敢惹，也不可交恶，还是放人吧。既然武装观、落花洞都来要人，2大仙门的面子不能不给。这人我放了，但要他去武装观还是落花洞，你们自行抉择吧。武装观圣女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你的手抓错人了。张毅不止与你有婚书，他和我同样也有婚约。现在提未婚夫，未免过早了吧？武装观规矩繁多，处处约束，难言自由，哪有落花洞无拘无束？在那里，你我能做一对快活夫妻。我想你会选择落花洞的，是吗？武装观也好，落花洞也好，就是这件事，恐怕我自己还做不了主。他不是做不了主，而是不会跟你们任何人走。他要娶的人是我。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？现在已经够乱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。你是没说过娶我，但我发过誓，3年之内找到你，必嫁你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娶我？我没说不愿意，只是我师父定的这2份婚约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婚姻大事要听父母之命。我是你爹，这件事儿我做主了。那2份婚约作废，这就跟我回家和晴雪拜堂成亲。不行，我乃武装观圣女，婚约之事岂能如此潦草？就算婚约作废，也该去武装观见过我师父镇元大仙，商议再定。我落花洞女睚眦必报，若敢毁掉与落花洞婚约，那我只会说，我得不到的宁可毁掉。落花洞主、武装观圣女，还有这个大小姐，今天你只能选一个。选我，选我。此毒致命，你想清楚，选他们还是选我？你是我张家的独苗，婚姻大事必须听我的，就娶晴雪。我决定了。不行，家师仙体不适，急等张毅往武装观炼丹疗伤。今天他必须跟我走。我落花洞9族18寨已经齐聚参加我2人婚礼，落花洞颜面不可失，他要跟我走。我找了他整整20年，终于找到。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他，我一定要带走。你们别吵了，婚约之事暂且搁置。我既然找到家人，必然要先回到家里祭拜先祖，认祖归宗。明日再去武装观，镇元大仙有伤，耽误不得。完成这2件事，至于娶谁，我会请师傅下山，一同为我做主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想以丹术解我钉头7剑书，救下镇元子，妄想前往武装观的丹师药师都是我的人。至于这个资质逆天的小子，待我用钉头7剑书废了他，看他如何救人。这床可真软，比山上的木板早草床舒服多了。晴月姐姐，你怎么穿这么少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论姿色，我不输那位圣女与洞女，可姿色之外，再论仙道，他们却远胜于我。要与他们公平竞争，我胜算不大。我要娶谁还没定呢，最后要等师傅才定。你急什么呀？不行，我答应过爹，一定要嫁给你与张家报恩。就算你与他们只有1%的可能，我也不能冒险。那也不行。要是被师傅知道我还没解除2家婚约，就与你破神双修，他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不会的，只要你我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一定会知难而退，放弃的。可武装观和落花洞丢了脸面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是他们一定要迁怒，就让他们把怒气撒在我身上吧。不行，若是因我一人悔婚，牵连到玉京山，那师傅的名声不就被我毁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张毅，受我钉头7剑书。第1钉，心火焚身。还好我练过静心咒，这小小诱惑还不能让我乱了分寸。血气下行，五指冲丈，我的静心咒怎么不管用了？血气下行，五指冲丈，我的静心咒
怎么不管用了？我要克制不住了。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来，姐姐给你。糟了，破身了！待我给你7丁加身，按咒集成。小子，你活不过7天。我这钉头7剑书，天道境的仙人都杀得，你资质逆天，境界却还不高，杀你轻而易举。钉头7剑书自毁，莫非是他的修为境界同资质一般，已超越天道？这里就是武装观了。一会儿见了圣女，不能叫她看出我已破身。来人可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小友？正是。小友，看你们俩的年纪，不该叫我小友，应该叫我哥哥。若论辈分，你师父赵仙尊来此，我们也只尊他一声赵师兄。唤你一声小友，便是抬举你了。若真论起辈分，你唤我2人一声仙师叔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。你们知道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仙龄吗？说出其龄，吓汝一跳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。你们知道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仙龄吗？说出其龄，吓汝一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他老人家坐镇玉京山修行，可是有足足3万年仙龄，而我也已20有1，瞧你们也就16、17、8的样子，这么装大，你们师父知道吗？哈哈哈，16、17、8，告诉你，本仙童如今已有1320岁。本仙童比师兄晚生100年，今时已有1200岁。什么？你1320岁？你1200岁？我2人还是庄观48名弟子里仙龄最小的。如若不信，有仙籍可查，或去问你师父。师父说过，神仙逢底，即使是守门奴，仙龄多半都高于他们这些人间散仙，更何况是这镇元大仙的徒弟呢？我居然给忘了。唤你小友不易，便唤你仙师。家师镇元子身体抱恙，圣女师姐特派我2人在此恭候仙师。我听说三清是你家师父的朋友，四弟是他的故人，九曜是他的晚辈，元辰是他的下宾。你家师父这么厉害，还有什么手段能伤到他？若是明抢，自然不怕。可是暗箭，防不胜防。家师断言是上古咒术钉头7剑书，以咒术施法杀人于无形的钉头7剑书。没错。不过师父已找到克制之法，炼制天元金丹可解此咒。可武装观并不善于丹术，于是请仙师与各路丹师来关中炼丹。师姐命我2人引仙师往人参果园等候，请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参果，以前只听师父说过，此果可以死扶伤，益寿延年，是媲美天庭蟠桃的神仙果子。没错。混沌初分，鸿蒙始判，天地未开之时，产成这颗灵根，于此地开花结果，唤作草还丹，又名人参果。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，在3000年才得以成熟，短头1万年方能吃得。人若有缘，得人参果闻一闻，能活360岁，吃一个可活47000年。闻一闻能活360岁，吃一个可活47000年，不是神仙也胜过神仙。师父说了。今日哪位仙师能炼出天元金丹，便赐一颗人参果。凡人食之，可入仙道；仙人食之，境界倍增。师父上千年修为平滞不前，我若能带一颗人参果回去给师父尝鲜，师父一定高兴死了。对了，圣女师姐说过，来人一定要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。咱们只问了一嘴，他也只答了一句，并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就是师姐所说那位修为达天道境的张毅。师兄明智，看来咱们得试他一试。莫要认错了人。2位仙童，为镇元大仙炼天元金丹要紧，还是快把你家圣女请出来，尽快炼丹吧。哦，对了，师仙是七姐都说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修仙奇才，修为已天道境，不如你展示来看，也让我2人开开眼。在化羽仙门，神珠失灵，测出天道之上的资质就已经解释不清了。他们又要我展示天道修为，我根本没有，怎么给他们展示啊？张仙师，为何还不展示？是这地方太小，不宜施展，还是这天道境是吹嘘的本事？仙童说对了。我被师父赶下山时，连炼气期都没有突破，怎么会有天道境呢？什么？我们搞错了，你不是圣女师姐要等的张仙师？哼，好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，骗我2人将你带进人参果园，定是想偷仙家异宝。师兄，将此人赶出庄观。敢在万寿山武庄观行骗，看我今天不打到你皮开肉绽，再扔出去！2位仙童误会了，你们倒是听我说完啊！小骗子，你还想要说什么？玉京山赵玄一是我师父，我也确是你们所说的张毅，只是我有天道境修为，这是谣传。什么谣传？胡说！
这明明是玉京山赵仙师亲自传信告诉师傅他老人家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镇元大仙看错了。我若有这等修为，还会被师傅赶下山吗？师傅做人谦虚，境界越高的人越不轻易展露本事。你是说，他若真是师傅所说的张毅，就是在隐藏实力，不想在我二人面前展示？不如用师傅的法宝捆仙绳，试一试他的本事是不是天道境。不如就用师傅的法宝捆仙绳，试一试他的本事是不是天道境。捆仙绳困不住天道境大神，若他能轻松走脱，就证明他确是咱们在等的人。两位仙头，你们若是还不信，自可派人去玉京山找我师傅来问，他能证明。玉京山距此何止千里，纵使腾云驾雾，来回也要1天脚程。不如先将你抓了，待师傅回来辨明身份，再做定夺，岂不更简单？我可是镇元大仙请来的客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你若真是师傅要请的张仙师，我二人自当认罚，给你赔礼谢罪。可你若是骗子，我二人绑了你就是护元之功，师傅定会奖赏我二人。亏你二人还有千年仙灵，真假不辨，是非不分，坏镇元大仙名声。有你们2个徒弟，真是大仙的福气。随你怎么说，这苦仙绳不比寻常物，你若是修为真有天道境界，自然能轻松挣脱。可你若是骗子，这捆仙绳越是挣扎，就捆得越紧，只紧到最后难以呼吸，气绝身亡。你若能现在就挣脱捆仙绳，我们就信你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天道境界的修为，你们叫我怎么挣脱？这绳子怎么突然松了？难道是这俩仙童本事不容家，没捆紧？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天道境界的修为，你们叫我怎么挣脱？这绳子怎么突然松了？难道是这俩仙童本事不到家，没捆紧？师傅要请的客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你挣脱不掉就是假冒的，被勒死也是活该。师兄，我们走，就让他在这儿被捆仙绳勒死吧。捆了这么久，还不施展修为挣脱，看来他真的不是师傅要我们等的那个人。吓他一下就行了，若是在道观里出了人命，师傅定会责罚，还是收了捆仙绳，把他赶出道场吧。两位仙童，我要是说这捆仙绳我还没用力就断掉了，你们信吗？我的捆仙绳！你撒谎！捆仙绳乃仙家法器，坚固无比。要不是有天道境界的修为，怎么可能挣断这仙家法器？你有天道境的本事，明明挣脱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把捆仙绳弄断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只用了一点点的力气，这绳子就断了。仙绳崩断，这件事被师父和师姐知道，一定会重重责罚我们的。庄观乃清净之地，何故如此喧哗？师姐，都是他，张毅隐瞒修为不说，我与师弟便用捆仙绳试他一试。可他不仅诚心捉弄我二人，还毁了师父的仙家法器捆仙绳。你们说了，只有天道境的本事才能挣脱捆仙绳，我境界太低，根本没有挣断的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拿错了。那绳子那么不结实，根本不是捆仙绳。张仙师是今日武庄观座上宾，一根捆仙绳断就断了，我武庄观不与你计较。可你不该隐瞒修为，造下这样的误会。隐瞒修为？我真的没有。我在玉君山打师父一拳，师父只当挠痒，还说拳头绵软，没半点修仙之力。不可能，赵仙师千里传信说你已修至天道境界，丹术、仙术无所不能，否则我也不会亲自下山将你请来。师父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把我的本事吹得这么大，这不是害我吗？你跟你师父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说谎的肯定不是我，我自己是什么修为，有几斤几两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你破身了！你说过要征得师父同意，再三选其一，择日成婚。现在你却果然，你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说谎的人找到了，不是赵仙师，而是你。圣女姐姐，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是这件事它发生的太快了。罢了，我堂堂武庄殿圣女，岂会嫁给一个不洁之人？你我退婚，练出是你向武庄观赔罪的唯一方式。若练不出，武庄观、玉京山绝交，我必踏碎你玉京山门。若是比武力修为，我没有把握，可这炼丹是我的拿手好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得镇元大仙邀请，我二人星夜兼程，片刻不敢耽误，终于不误这炼丹大会。两位前辈一路辛苦，若能助我武庄观炼出那天元金丹，家师镇元子必有重谢。圣女客气了，我们与镇元大仙乃地仙同宗，应该做的
我听说除了我2人之外，武装观还邀请一位丹道高人来关中炼丹。是不是炼丹高人不一定，但一定是个满嘴谎话的登徒子。要不是家师有言在先，一定要请他来关中炼丹，我们早就把他赶出去了。2位仙头，你们师父请我来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万一这丹药真的被我炼出来了呢？镇元大神请来的那位奇人异士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没错，家师请的就是他。据说他精通炼丹之术，曾在玉京山上炼出了9转金丹。什么？就他弱冠之年能炼出9转金丹，怕是狂言妄语吧？我在老君宫中修1000年丹道，才炼出9转金丹，他不足100年道行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！我也觉得此人满嘴浮华虚假，没一句真话，说能炼丹，就是想保一时性命。哼，且看他炼不出丹来，师姐要如何惩治他？你们可以不信，等我炼出了医治你们师父的金丹，你们就知道传言都是真的了。真与不真，口说无凭。丹炉在此，谁有丹道真本事，谁在空话连篇，利剑分晓。这炉中共有3颗5成炼化的仙丹，这就是要我们炼的天元金丹吧？没错，天元金丹家师已炼5成，未炼化的5成，3成为丹药之引，2成为丹药之心。家师说过，这人参果树上的人参果是丹药之引，诸位丹师的炼丹秘宝为丹药之心。这人参果就在树上，需要几位施展各自本领才能摘得。我记得，人参果乃地神灵物，与5行相问，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要摘果子，得用金鸡子。人参果是遇金而落，可触碰过金气的果子，仙气有失，做不了丹药之引，必须徒手摘得。不用金气，徒手摘果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啊！家师说过，修仙之人修为境界到达一定高度，可以玉气为金，手掌玉气胜过金气，用手敲击人参果也能摘得。玉气为金，师父说过，这是大罗圣境修为才能做到的，我这双手还差得远呢。我先来，我修道3500年，这双手可开山劈石，不逊金气分毫，一定能敲下这人参果来。好，也让那些满嘴空话的小子看看，炼丹凭的是大修为真本事，不是口说无凭的几句空话。2位前辈摘下人参果就已成功过半，待他们炼出天元金丹，你对武装观再无作用时，我跟你新仇旧怨一起算。我虽然摘不下这树上的果子，可你怎么断定我炼不出这炉里的丹呢？摘不下人参果，你拿什么炼丹？你自己跳进丹炉当药引吗？他能当什么药引？就算跳进了炼丹炉，炼出得是一颗废丹。哪还有他炼丹的机会？待我摘了这人参果，天元金丹一刻即成。人参果落。奇怪，按道理说，以昆仑丹师的修为，玉气为金不成问题，怎么打不落这人参果？道兄，人参果树乃天地灵根生成所化，不用尽全力，怕是打不下来呀。给我落！昆仑前辈，您修炼几千年，应该早已到了玉气为金的地步，为何打不下这人参果？不是我修为不够高深，实在是这果子没熟透，打不下来。前辈，这人参果从开花到结果已历时1万年，这果子熟没熟，镇元大仙还能不知道吗？若是不熟，也不会叫我们前来炼丹了。小子，你是说我修为不够，打不下这果子是吧？那你来，你若能打下这人参果，我拉下老脸叫你一声仙师前辈。别，我没说我能打下来，你的修为都不够，我这点上不得台面的本事就更不够了。那你废什么话？让开！道兄，你没能打下人参果，你丢下的面子，我替你找回来。等我打下这人参果，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白眉道兄好神力，2指神力撼动整个人参果树，这人参果就要掉下来了。清风、明月，准备单盘、锦帕接人参果。我看这人参果并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，白眉真人，要不你再出2指神力试试？好，我就再出2指，这人参果必落。接好了。白眉真人，你的神力怕是还不够将这果子打下来的。2位丹道前辈都打不下人参果，那就没有可以炼丹的药引，今天这丹怕是炼不成了。2位丹道前辈没有打下人参果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既然吹嘘有炼出天元金丹的本事，那打下1颗人参果
应该也不在话下吧？没错，我与白眉道兄今天运气不佳，叫你看了笑话。你既然说能炼出天元金丹，也是丹道高人，修为境界定然不在我们之下。你来，打下颗人参果，让我等开开眼。你们两位几千年修为境界的神仙都打不下来，我一个初入修仙大门的后生晚辈就更打不下来了，我就不打了。不行，摘不下人参果就炼不成丹药。你师父说你有天道修为，这等修为，摘下果子的可能总归要比两位前辈高一些。而我也想验证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天道境修为。什么天道境界？就他？老朽听过狂话，可这么狂的话还是第一次听到。自盘古开天至今，也只有道祖一人有天道境修为。你一个修仙界中的蝼蚁爬虫，也敢自称天道境界，与道祖齐肩？若不是在这武装观，我一定只手劈了你，以正仙道之风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大修为，一定是我师父说错了，要么就是你们听错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摘人参果，一看便知。没听见圣女师姐说话吗？摘！少啰嗦，摘！摘就摘，反正我也摘不下来。看到我摘不下来的时候，你们也就死心了。我就说吧，我这点修为根本就做不到玉器为金，这果子我打不下来。原来你师父赵先森也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骗子。现在看来，与你退婚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真不知道师父把他请到观中怎么想的。我看他说有炼丹的本事，也是一嘴谎话。干脆将他打下山去。快看，人参果，他真的把人参果打下来了。他们两个几千年道行的地仙都打不下这人参果，我轻轻一敲就掉了。难道师父以前都是骗我的？我真的有大罗圣境之上直奔天道境的大修为。人参果遇土而入，快把人参果捡起来。哦，这人参果10000年才结30个，你打掉了果子，为什么不结？白白钻进土里，糟蹋了。没了一颗人参果，却验出一位天道境仙人，天元金丹炼成有望，师父伤愈有望。轻轻一敲就打下了人参果，难道他年纪轻轻，修为境界真的已经远胜你我？不可能，依我看，刚才掉下来的果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刚才的果子明明是他一敲才掉下来的，白眉仙师怎么说和他没有关系？这颗人参果受昆仑道友两击，又受到两指神力，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，等他过去轻轻一敲，自然就掉了。所以这打下人参果的功劳不能算在他头上。白眉大师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觉得这人参果不是我打下来的。要证明这颗果子是不是你打下来的，很简单，你再打一颗。也好，那我就再打一颗。若是还能打落一颗，就证明师父的话是骗我的。回去一定要找师父问个清楚。好，那我就再摘一颗。刚才不过是他运气好，选了一个即将掉落的果子，这次我保准他打不下。若是连他这种仙道末流小辈都能徒手打下人参果，那我们这些老家伙岂不是白活了几千年？神珠自毁，化10品金莲，虽不可信，可敲下人参果，定有天道修为，可一定不是师父说的那样修为末等。这次回山，一定要好好问问师父。两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白活了几千年？我不知道，但这果子我给打下来了。圣女说你有天道境修为，我本还不信，现在亲眼所见，我信了。小仙拜见天道大神。道兄，等一下，不能仅凭打下一颗人参果就断定他是天道境大神。道兄，怎么说？人参果遇金而落，拿一件金器也能打落，难道这金器也有天道境修为？前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张毅敲下人参果作弊，用了金器？金器？我这全身上下一块铁片都没有，哪来的金器？据说有些修仙门派自幼金水浴身，以金炼体，虽然修为不高，可身体属性为金，随后敲击人参果也能敲出金器的效果。我怀疑他就是这种歪门邪道门派出身。若真如此，那你这种虚假天道境大神，我不认。金水浴身，以金炼体，随你们怎么说，我又不是来比修为的。为镇元大仙炼成金丹，我就下山了。人参果已经有了，不如开始炼丹吧。好，若你身体属性为金，敲打下来的人参果炼不成这天元金丹，则证明两位前辈所言非虚。若能炼成呢？若能炼成，则证明你确是天道境大神，我不再追究你悔婚之事，还可嫁你。你若真是天道境大神，我们两个甘愿自降身份，拜奉你为上仙。好。人参果已入丹炉，3颗金丹，看谁能炼成。两位前辈，先请。虽说我二人没能打下人参果，可这炼丹，我二人都是得兜率宫老君认可丹道大成之人。你
是比不过的。我亲手炼制这颗天元金丹，必能大成，你没机会了。我若是你，早该找个借口灰溜下山去，留在这儿，最后只会承受仙门之怒。两位仙人，我若记得不错，刚才在我敲下人参果之前，你们也是这样说的。结果呢？好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人参果，丹药之饮已有，以我师门珍藏的万年龙胆石做丹药之心，此丹可成。是万年龙胆石，稀罕程度与人参果无异，舔一舔能活36000年，吃一颗能登33重天，3界才共9颗。有它做丹药之心，这金丹炼成大有希望。这么珍罕的物件，若撒入人间，可免百年一疾，能救万民。用来炼丹，糟蹋！目光短浅，不知所谓，万民性命岂能与镇元大仙安危相提并论？话语仙门老祖叮嘱，不能叫镇元子康复。我在这黑龙杆里加了3分毒，既能炼出天元金丹，就将他们看不出。镇元大仙一倒，这万寿山福地也有我一份。这炉内之丹怎么带着毒气？难道是这老道的龙胆石有毒？道兄，火候已到，开炉请丹吧。精神供血气，4相会中庭，取他坎为实，点我离为阴。开！金丹出炉，神光漫天，这天元金丹成了。打下一颗人参果，你确实有些小本事，可这小本事能与炼成神丹相提并论吗？这虽然只有半颗，可这是货真价实的天元金丹，麻烦圣女与2位仙童呈送镇元大神。不行，这金丹残缺不全，隐隐还有毒气散发，算不得天元金丹，不能拿给镇元大仙。有毒？胡说八道！这金丹以人参果为引，以龙胆石为心，虽然只有半颗，可也是上乘神丹。他阻止呈送镇元大仙，这小子没安好心。你既然说你炼成的金丹没毒，那你当着圣女与2位仙童的面把它吃了，自证清白。这金丹弥足珍贵，耗费了人参果、龙胆石无数神药，只有镇元大仙才配享用。我吃了，岂不是对大仙不敬？你是不能吃，还是心里有鬼不敢吃啊？道兄乃昆仑山仙人，高风亮节，对镇元大仙更是礼敬有加，岂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？你说这种话是在挑拨昆仑仙门与武装段的关系吗？这金丹有没有毒，大仙吃不吃得？你们、我都说了不算。圣女在此，慧眼如炬，自有裁定。师姐，师傅贵体不容有失，不如将3颗金丹全部炼出，选择一颗最上乘的呈送师傅。就依仙童，待3颗金丹全部炼出，呈送师傅面前，哪颗吃的，哪颗吃不得，谁心怀恶意，谁真心诚意，师傅亲自甄选，善恶立见分晓。小子，你坏我昆仑仙门与武装洞仙缘，这个仇我记下了，绝不罢休。你一个人的事儿不要带上整个仙门，我相信昆仑仙门不会加害镇元大仙，你就说不定了。哼，清者自清，等你炼不出这炉内金丹时，看你怎么为自己辩解。道兄勿急，与一小童争论，自降身份。待我炼出金丹，一同面见镇元大仙，悉数罗列这小子不敬仙道、不敬大仙的罪行，看大仙怎么收拾他。就依道兄，不知我哪一步露出了破绽，竟被他看出这丹有毒，能不能完成化与仙门老祖的嘱托，可就全看道兄你的了。放心，天元金丹不是凡物，他一定炼化不出。待他炼丹失败，我在丹中加入秘制毒方，你我各执一颗神丹，不论镇元子怎么选，都难逃此劫。白眉真人，你曾豪言3界之内没有你炼不出的丹药，这天元金丹看来还是要仰仗你了，请吧。圣女放心，若炼不出这天元金丹，我自废修为，此生不入仙道。白眉真人，你曾在老君门下听讲丹道，此次炼丹的丹药之心也是不俗之物吧？没错，我带来的至宝，比之昆仑道兄的龙胆石，可称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乃上古凤血，堪比神药，可医死人，肉白骨，3界少有。活凤饮血100年才饮10滴，1万年才暂饮小瓶，稀罕物用来炼丹，糟蹋了。住口！镇元大仙乃地仙之祖，这等稀罕物也只有大仙有资格享用。这凤血不洁，暗含毒物，莫非这2个老道士串通一气，不是来为镇元大仙炼丹的，而是来害他的？他们要对镇元大仙不利，不能再让这颗金丹出炉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炉中金丹已成，静等片刻，金丹融合自会显现。有了，就这么办。我看未必。凤血属阴冷寒之物，金丹属阳炙热之物，两者融合，寒热交替，只怕这丹出炉也是一个半成品。胡说八道！我数次炼丹用到凤血，丹药都是一簇而成，岂会出现半成品？那你用凤血炼过的丹，可是天元金丹。你也说过，天元金丹3界少有，天宫也不过寥寥几颗。老君炼丹尚且成功小半，失败大半，你就这么有尽心？我是不忍心看你糟了这么多好东西，炼出一颗无用金丹，才好心提醒。这炉内火候不够，要炼成金丹，还得再添一把火。道兄，
我觉得这小子不可信，他这么说，有可能就是想把你的金丹变成一颗废弹。你会有这等好心提醒我？我不信你！这金丹已成，此炉必开。糟了，居然唬不住他。好啊，那你就开炉，炼出一颗废丹，无法向镇元大仙交代事小，毁了你一代丹师的名声才是大。你自己掂量。这小子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丹书上确实有阴阳融合，当以烈火炙烤的说法。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不如就以3分火候炙烤片刻，若真如他所说最好，若不是，对金丹最多损失1/10、2/10。好，我就暂且信你一回。看我3昧真火！好啊好啊，被你的3昧真火一烤，你的金丹要变成黑炭了。4后合丹毕，真主坐黄庭，万神来拥护，固收紫禁城。开！天元金丹成了，想不到倒是真被这小子说中了。这，道兄，你这金丹色泽怎么格外的与众不同啊？这只能算是半颗金丹，与昆仑前辈所炼金丹可称半斤8两。是你，都是你！你存心误导我，以火试烤，才出了这半颗焦炭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明明是一番好意，是你用3昧真火，火候太大，烤焦了金丹，你怪谁？我糊涂啊，居然听信了他的鬼话。丹炉还有最后一颗半成金丹，是炼成天元金丹最后的希望。3位，谁来？我来。你们来？你们怎么来啊？龙胆石、凤凰血都用完了，你们拿什么做丹心啊？这么说，炼成天元金丹最后的希望是在你的身上了。不敢说全部希望，可至少不会再炼出一个半成品。要不是你，我岂会炼出半颗金丹？可恶至极！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劈了你！武装观，神仙福地，谁敢在这动手？道兄何必如此激怒？没有千年丹道底蕴，绝对炼不出天元金丹。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没这么大的本事，就叫他去炼吧。好，就让他多活1时半刻，炼不出金丹，圣女饶不了他。最后镇元大仙还是要从你我的2颗金丹选一个，你我此行的目的仍能达成。好，就让他炼，我们倒要看看他炼出的金丹能比这丹炉里的残渣金贵多少。不敢说炼出一颗至精至纯的天元金丹，但一定不会比你们的差。此话我当作军令状。你若是炼不出一颗与众不同的金丹，休怪我翻脸。圣女，放心，炼丹我还从来没出过错。可是我在山上炼丹用的都是大铁锅，这么精致的丹炉还是第一次用。你们有没有大铁锅啊？哈哈哈！什么？你要用大铁锅炼无上至宝天元金丹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对啊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在玉京山上就是用大铁锅炼出的9转金丹。狂妄至极，不知所谓金丹何其稀贵，岂是用铁锅这种低下之物能炼就的？2位仙人说的没错，我也从未听说过金丹能用铁锅炼成。你当我武装观是什么地方？若是传出用铁锅给师傅炼丹，岂不成了整个仙界的笑柄？张毅，你说用铁锅炼丹到底是你的玩笑之法，还是修习过3界之外炼丹之法的奇方秘术？没有，我这20年一直跟着师傅在山上，这炼丹的术法都是我从书上自学的。不可能，炼丹之术何其深奥，岂会有人无师自通？自盘古开天至今，还没出过此等能人。既然不是奇方秘法，就是投机取巧之物，我武装观不允就用这丹炉来炼。不给就不给，这丹炉看着比铁锅精致多了。我能用铁锅炼出金丹，还怕用这丹炉炼不出来吗？师姐，师傅伤势紧迫，难道真的要把炼就天元金丹的希望放在他身上？张毅身上好像有一层迷雾，他的底细看不清摸不透，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。他若能炼出金丹最好，若炼不出，不是还有2位丹师吗？未尝不可从头再来。尽可放心，丹书我已背得滚瓜烂熟，这丹我一定能炼出来。至于这2位丹师前辈远道而来，不如趁天色未晚，早点回家。不知尊卑，狂妄无度，专业事要有专业人来做。若是叫你这只懂一知半解、只会粗制滥造之人炼出金丹，简直是对我等所修千年仙道与丹道的侮辱。仙道、丹道何止一道？你们那么多正道不走，偏偏走了邪道，难怪你们炼不出真正的天元金丹。今天我是只炼出半颗金丹，待我回仙门再取凤血，明日再来，定能炼出整颗。道兄，
与他争论自将身份，待他炼出一颗废料，看他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儿。少费口水，炼就天元金丹，要有仙家至宝做金丹之心。你的至宝是什么？对了，自从你进到武庄院，从没见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，你不会没有带你师门仙家的宝贝吧？听说玉京山之地贫寒，极少有仙人修炼，看他这穷酸的样子，想必是一件至宝也拿不出来。谁告诉你们，金丹之心一定要用仙家至宝的？历代仙家典籍、丹书珍藏都有记载。那我只能说，你们看的仙家典籍、丹书珍藏，8成是盗版。我在山上翻遍丹书，大道至简，仅需一滴无根水，就能作为金丹之心炼成天元金丹。无根水，那明明是炼丹之后洗刷丹炉的废料，它居然用来炼丹，简直胡闹嘛！你到底懂不懂炼丹？用刷锅的无根水做丹心，你炼的是什么废料中的极品吗？我早就看出他根本不懂炼丹之术，再炼下去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。圣女，不如立刻将他赶出庄观，免得炼出些垃圾，脏了在场诸位的眼。我知道的炼丹之道就是如此。你们2位若是觉得炼不出来，咱们不妨打一个赌。好，赌就赌。我宫中缺一守门奴，你若炼不出金丹，就随我走，做我的守门奴。我倒是什么都不缺，不如就在你做守门奴的基础上，再加个1万年的期限吧。要论修为，我不确定自己修为在何等境界，不敢轻易下赌。可比炼丹，你们可要输惨了。喂，想什么呢？到底是敢赌还是不敢？当然敢赌，不过若是我赢了，你们要拿什么输给我？我这几千年来存有空通印、昆仑镜、女娲石3大上古神器，我们若输了，3件法宝尽数归你。不过是3块年代久远的石头被捧到高位，太俗，不要。我曾在老君门下修习丹道，老君赐我3座炼丹行宫，我们若输了，这3座行宫归你。良田千顷不过1日3餐，广厦万间只睡卧榻3尺。给我那么多房子干嘛？不要不要，这也不要那也不要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们发一个誓，若是输了，我问你们3个问题，如实回答。若有不实，天打雷劈。2位丹道前辈不敢应答，难道是有什么不能被我们知道的秘密吗？我就不相信你靠着一知半解胡搞乱造，能炼出至纯的天元金丹。我答应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就以50为限。我若炼不出天元金丹者，就认输。还有半个时辰，你输定了。我只需要1滴无根之水，金丹即成，用不了半个时辰。3日前，雨神刚在万寿山行云布雨，之后10日，万寿山都晴空万里。你要找无根之水，怕是要跑到几百里之外了。圣女姐姐，你的面子大，不如你向雨神说说，降下几滴雨来，无需行云布雨，简单打个喷嚏，我要几滴就够了。不行，若是请圣女帮忙助你炼丹，就算这金丹炼成了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刚才的赌约也算你输。没有丹心，这金丹你就炼不成。小子，你输定了，乖乖做我的守门奴吧。炼就天元金丹的第一步就无法实现，你还拿什么跟我们比？认输吧。现在就定胜负，太草率了吧？还有半个时辰，说不定雨神正在往万寿山这边走呢。你当雨神是你玉京山那些残老废少吗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你不配。既然想要无根水，你何不自己开口向天借雨？万一你的面子在雨神面前也管用呢？也是，顺便再验证一下我的修为境界。若真是天道境，天上雨神也不敢不从；若是境界不够，雨神不肯赏脸，就要另寻他法了。天上雨神可是得天地亲封的正神，这观中能得雨神赏脸的，就只有师傅与师姐了。别说是你，就算你师傅赵仙士来了，向雨神求雨，10之8九也是无功而返。以无根水炼化金丹，并不是唯一法门。若真是求不下1滴雨，我还有其他炼丹之法。胡说八道！天元金丹乃无上神丹，就是整个天宫也没有几颗。若真有这么多炼就之法，天宫会不知道吗？老君会不知道吗？我会不知道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懂炼丹，就是在胡搅蛮缠。等把你带回昆仑仙门，做我的守门奴，我要把你拴在仙门供人观赏，来罚你今日戏弄之罪。你们赢不了也带不走我，因为这个炼丹之法真的是天宫不知道，老君不知道，你们更不知道，这是我悟出来的秘法。哈哈哈哈！你也能悟出秘法？我纵横仙道几千年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笑话。就算是镇元大仙，要悟出一条新的仙人之道，也要100年以上。你不过弱冠之年，也敢说这种大话？没错，距离师傅上一次往弥罗宫讲领悟的仙道，却是100年之前的事情了。悟出这种秘法很难吗？我只用了3天，就是仙人泪。仙人泪，就是仙道诸神的眼泪。没错，
仙人类论效力可与无根水媲美，用来炼丹功效相符。哼，瞎掰！天上仙人已绝七情六欲，何来眼泪？要取一滴，可比晴天降雨还难。天上仙人的眼泪我取不得，但二位的眼泪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你们最好祈祷雨神能降下几滴雨来，不然就要二位仙人流泪了。若真求不来雨神施恩，一滴仙人泪我助你取。你还是先求上天降下无根之水吧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，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风干气燥，晴空万里，没有半点要下雨的样子。看来雨神不肯赏你脸面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，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，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别费劲了，你一个仙道末流之辈，还想要雨神赏脸降雨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别说是行云布雨，就算是你奢求的打个喷嚏，雨神都不给你，趁早放弃吧。事不过三，再向天借最后一次。若雨神还不赏脸，就是我高看自己的境界了。雨神上仙，玉京山弟子张毅，向天借一滴无根水，可否？别挣扎了，你的话雨神不屑于听。我这儿倒是有温热的仙人之水，你要不要？放弃吧，别拖延时间了。这丹你练不出来，还是跟随道兄去做守门奴吧。哈哈哈，10000年不长，10000年不短，刚好可以磨磨你目中无人的性子。湿乎乎的，不会是真的下雨了吧？晴空万里，晴天地雨，要不是真有大境界修为，雨神可不会这么给面子。化雨仙门的几个老头说的没错，我修为与资质平齐都在天道之上。这天元金丹真的被他用一滴无根水炼出来了。愿赌服输，你们说的如实回答我3个问题：第一，以钉头七剑书暗算镇元大仙的人是谁？第二，为什么要你们在金丹中下毒？第三，这2件事幕后主使是不是同一个人？说。